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不知道屏幕面前的你是否还在为资金的出入国而感到烦恼？如果你有这些困扰的话，请一定要观看我这次的视频，因为我在这期的视频里面向大家介绍了一种方法，可以完美的解决资金出入境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如何将国内的资金转移到境外的账户，以及境外的账户之间如何去进行资金的互转。最后，如果说你想要资金回国，如何能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将资金转换到国内的银行账户？如果说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继续观看我这期的视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在家可以免费办理美国华美银行的银行卡，以及如何在网络开通 TransferWise 的账户。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这2期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要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去观看。因为本期的视频是以这2期的视频为基础而制作的。在本期的视频里面，我一共要向大家进行4点演示。首先，第一点是如何利用 TransferWise 向境外的银行转账。第二点，如何将境外银行的资金转移到你 TransferWise 的账户。第三点，如何通过 TransferWise 在6秒钟的时间内将你的资金转移到国内的大陆银行卡。第4点，如何用大陆的银行账户向国外的账户汇款。好了，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本期的视频我全部都将通过手机 APP 的形式演示给大家，因为现在手机 APP 做的体验都非常好，比网页的话更加的迅速和便捷。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打开 TransferWise 的 APP， 这个 APP 的话，你在国内的应用市场就可以下载到。好，首先这个 APP 到主界面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它大致有几类。第一个的话是你账户的活动，包括你现在拥有的资金账户，还有你下面的一些交易的记录。第二个的话是账户，账户的话包括第一个是你账户名称，然后下面这个箭头点下来的话，你是可以去修改你的资料的。修改资料包括去更改你的国家。如果说你想要 TransferWise 的一个借记卡的话，建议你将你的地址设置为欧洲的地址，因为它这张卡目前只能寄到欧洲。你可以去通过找欧洲的转运去帮你去搞到这张卡。有的小伙伴反映说，如果说没有这张借记卡的话，你的转账的限额会比较低一点。但是我昨天在网上去它的官网上去查的话，并没有明确的看到这一点。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证据的话，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好，账户下面的话一共是有3栏，第一栏的话是银行的账户明细，这一栏的话它主要的话是 TransferWise 为你开通的一个银行的账户信息。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是有一个美元的账户，关于人民币和港币的话，它是不提供银行的账户信息的，可能是因为国内的一些外汇管制吧，包括香港也是如此的，所以说这一点是比较坑的。好，我们点进去看一下美元的账户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账户信息的话，有银行的一个电汇的号码，一个银行的编号，银行的路由号码，你的账号的名称，还有银行的一个地址。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全功能的银行账号。你通过账号的话，可以去进行ACH 银行的转账。通过 ACH 转账的话是不要手续费的。如果说你通过电汇的话，通常是需要一个几十美元的手续费。好，然后我们返回看下面一栏是一个默认的借记卡。这个的话，我这边绑定了一个 PayPal 的账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账户的话，快速的去发送你的资金。第3栏的话是一个账户的明细。我这边选择我的美元账户2月份，导出 PDF，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2月份账户的一个明细单。好，然后第3栏的话是 Send 发送资金的话，等一下我们重点去介绍。
在下面一栏的话是你的一个账号保存的一个账号信息。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一个 CNY， 是我保存的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一张银行卡的一个信息。第二栏的话是我美国华美银行的一个银行账户的信息。好，在最后面一栏的话是邀请朋友，就说你通过你的链接邀请的话，你可以收到50欧的一个奖励，在你转资金的时候会有一个抵用。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去介绍第一个发送资金。好，发送资金的话，第一栏的话是国际。国际的话，我们看到它默认的话是，比如说你发送1000英镑然后到欧元，我们看一下它的费用的构成的一个明细。首先第一栏减号，减去的话是3.95英镑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充值的一个费用。好，我们点进去看一下。所以第一个的话是低费用的一个充值，它一共是3.95英镑，是从你的银行账户去扣取。那第二个的话是那个快速简单的一个充值，它是6.92英镑，是从你的借记卡或者信用卡去发送的。第三个的话是推荐的一个充值，它是从你英国之外的一个欧元账户去扣取的。首先补充说明一点，就是 TransferWise 它本身是一个金融机构，你开通完账户之后的话，你是需要去充值进去才可以用的。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话，你要发送1000欧元，你要发送1000英镑，你必须要先去充值1000英镑进去，然后你才可以去发送你的资金。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的话，就是充值资金的一个费用。好，就是说你如果说去发送1000英镑的话，它会用这种付款方式，它会扣掉6.92英镑的一个充值的一个费用，然后最后到你账户的话是993.08英镑。好，在下面一步充值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它转换为欧元，然后发送出去。转换为欧元的话，它的一个汇率是1.178。然后我们右边点开的话，可以看到这边是它实时汇率的一个走势上面是有时间标注的，是在2020年的2月11号的1点23分的一个实时的汇率。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也向大家去进行了说明。TransferWise 它的一个汇款的话是不在那个汇率上赚钱的，它是用实时汇率去发送你的资金的。像 PayPal 它的一个转账服务的话，它是汇率是很差的，它是要在汇率上赚钱的，而且不仅在汇率上赚钱，在手续费上也是要赚钱的。但是 TransferWise 比较好的一点是，它不在汇率上赚钱，它只是赚你一个手续费。好，在后面的话是通过1.178的一个汇率转换，你最后将收到1169.85欧元。在下面的话是你总共的话是可以节省30.26英镑的，预计收到的时间的话是在2月10号。那么从哪里看到你能节省30.26英镑呢？我们下面点开，它下面给你的是一个不同的汇款方式，它们一个费用的一个对比。好，我们下面重点就看一下这个本地的一个转账。本地的一个转账就是不用去转换货币，比如说我账户里面有美元，我就直接去选美元。好，比如说我账户里面有40.2美元，我要全部把它去转账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费用。首先第一个是0美元，你的账户余额费用。也就是说因为你账户里面现在是有40.2美元的，所以说就不需要你充值的一个费用。第二个是1.4美元，是它要 TransferWise 收的一个手续费。所以说你减去1.4它的手续费之后，你最后收到的话是38.8美元。然后我们发送1000美元去看一下。好，发送1000美元的话，我们这边看到费用是有变化的。第一个，它多了一个3.5美元的一个
费用。这个费用是什么费用呢？就是说你现在是要发送$1000的，但是你的账户只有40.2美元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充值啊300多美元。这个3.5美元的话，就是你充值的一个费用啊。我们点进去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不同的支付方式的话，它的一个费用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你通过默认的借记卡，也就是我绑定那个 PayPal 账户去支付的话，它只需要3.5美元的一个费用。第二个的话是电汇，是5.34。第三个的话是借记卡支付，是需要12.51美元的。第四个的话是信用卡支付，是需要38.04美元的，这个手续费就是有点高了。然后再下面的话是通过 SWIFT 去转账，最后一个是通过 Apple Pay。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转1万美元。好，转1万美元的话，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充值的费用是35，是比刚刚那个更加的高。刚刚的话是1000美元的话是3.5，它一般，所以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充值的一个手续费是和它充值的金额是成正比关系的。但是它的一个转账的手续费的话还是1.13，是没有变化的，就这一点的话是比较良心的。好，我们现在确认，继续。好，在下一步我们首先去添加一个账户，比如转给我自己。好，我们这边去输一下那个，我们这边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账户的名称，第二个的话是本地的银行账户。这边第一个你输入你银行的路由号码，第二个输入你的账户号码，第三个的话是让你选择你的支票，还有支票账户还是储蓄账户，我们一般选支票账户就可以了。然后右边的话是 SWIFT 的话，它上面提示，如果说你发送美元到美国以外的地方的话，他们需要去通过 SWIFT 去转账。但是如果你转给本地的银行的话，他们是直接通过 ACH 的。通过 SWIFT 转账的话，它是可能要花费你最少3.2美元的一个手续费，然后另外的话要多花费2到5天的一个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货币转换的一个费用。这边通过 SWIFT 转账的话，你只需要输入你银行的 SWIFT 代码，还有你账户的一个号码就 OK 了。好，再下面的话是转账给别人。转账给别人的话，第一个输入对方的 email， 第二个的话输入对方的名字，第三个的话是输入对方的一个地址。再下面的话也是一样的，输入他的一个银行的路由号码、账户的号码，还有他账户的类型是储蓄的还是支票的。右边是 SWIFT 是一模一样的。好，再后面的话是公司的账户。公司的账户的话，我们看一下输入的信息的话，也都是一样的。好的，我这边因为之前我有输入过，所以它就保存了，我直接去点。好，然后下一步的话，它会让你确认一下你的银行账户的信息是不是正确的，然后金额还有它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如果你确认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去点那个继续就可以了。好，下一步的话就是去付款。第一个付款方式就是你默认的一个支付方式，这边是 PayPal 的一个支付方式。好，点进去的话，它会让你去选择你到底通过哪个银行的，或者说如果是其他银行的话，你点开这些的话，全部是通过 ACH 转账的。这里你可以去填收款银行的这是你付款充值的银行的一些银行的路由，然后账户号码，还有你账户的类型，然后去连接一下账户，就可以去付款了。好，然后再下面的话是电汇。电汇的话就是需要你从你那个要充值的银行账户去转账，转到它上面给你显示的这个资金账户。而且它这个时间的话是大概是2月11号才能到的。
上面那个是2月12号到账第三个的话是 SWIFT 的方式，然后再下面的话是这几个方式是不能用的。为什么不能用呢？因为它超出了一个限额。第一个的话是借记卡，借记卡的话最多是支付2000美元，2000美元。下面信用卡也是2000美元，然后你的账户余额现在只有40块。好，然后如果说你通过这个的话，通过默认的银行账户去支付，然后输入你的路由，支付完成之后的话，然后它就会将你的资金去发送出去。你的资金发送出去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给到你，也就是说，你的资金现在在哪一步，然后预计的话是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如果说你资金你转出指令发出了之后，然后你又不想转这笔钱了话，你可以在这个界面的话随时去把它取消。取消的话，如果说对方没有收到资金的话，你取消的话是费用，你扣的费用的话是一分不少的会返还给你的。一般的话，你今天去发起转账的话，到次日的话是会到的。好，以上的话就是第一点，如何通过 TransferWise 向你境外的银行账户去转钱。好，下面我们进行第二点的说明，就是如何通过境外的银行向你的账户去转钱。vivo 华美银行为例，好，首先我们登录到我们的银行账户，然后去选择转账。我们点击转账，然后去选择收款账户，去选择新增收款账户。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vivo 的用户的话，你去转账给其他的 vivo 账户的话，它是免手续费的，而且是秒到的。我们这边去选择其他美国境内的个人账户，转账的金额属100。好，我这边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所以说它会有提示，我们不管它。然后到这边输入你的一个银行的转账的金额，然后再输入你的转账方式。转账方式的话，它有2种，一种是ACH 转账，一种是电汇的转账如果说你选择你的 ACH 转账，然后你在下一步里面需要填写你的一个，只需要填写你的一个账户的号码，还有你的一个路由的号码就是 OK 的。好，以上就是如何去通过境外的银行去转账给你的TransferWise 的账户，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好，下面进行我们的第3点说明，就如何将 TransferWise 的账户里的资金快速的去提取到你国内的银行账户。经过我的测试是只需要6秒钟就可以到账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如果说你要把你的账户去提到国内的话，你首先要把你账户内的美元去转换成人民币，然后才可以去发送到国内的银行账户。好，首先我们到我们的美元账户里面去转换我做一个测试，去转换5美元，然后到人民币账户。好，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它的一个费用是 0.06， 然后实际转换的话是 4.94， 然后按照 6.98 的汇率的话，你是收到 34.52。好了之后我们点击继续。好，然后再和你确认一下对不对，如果对的话直接点转换。好，它就是提示你转换成功，这时候看到美元账户已经少了，然后我们到人民币账户里面是看到是有余额的。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人民币去发送到国内了。我们点击发送，点击发送的话，你这边可以添加你的账户，添加一个新的国内的银行账户，选择我自己，然后国家的话你就是中国了，银行账户就是你的银联卡。目前经过我的测试的话，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话是可以顺利的接收到汇款的，但是其他银行的话，有小伙伴反映是没有成功的，这个还需要大家去测试。如果说大家有测试到可行的银行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好，我这边已经有保存了，所以说我直接去点吧。我这边尾号4352的一个中国银行的卡，中国工商银行的卡。好的，我们看一下费用啊，它这边费用的话是你花费啊，你转账34.52的话，它的费用是17.06，最后的话到你账户的话是17.46。如果说你发送1万人民币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费用还是17.06，还是17.06，所以说它这个费用是不变的，费用是不变的，这点也是非常非常良心的。它上面提示的话，就是你最多重要的提示就是你最多可以发送31000人民币，但是的话，你是不能发送那个人民币到中国的一个对公的账户的。如果说你需要发送对公账户到中国的话，你是要按照美元去发送的。好，然后我们点击继续，点击继续的话，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银行的一个账户的信息。好，然后你点一下确认发送。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笔2月5号的一个17.6人民币的一个到账。好，这边的话是邮件，就是说我这边17.54人民币已经到我的账户了，然后到账的话是非常的迅速的，就在6秒钟就到账了。好，以上的话就是如何通过 TransferWise 在很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内将你境外的一个资金转移到境内。好，下面第4步的话，向大家就说明一下如何去通过手机银行将境内的资金去汇到境外。首先，我这边的话是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他银行的话也是大同小异的。首先登录到工商银行的一个 APP， 然后我们选择境外汇款。境外汇款，好，选择境外汇款。好，这边的话是以美国华美银行为例的，然后我们到手机 APP 里面去获取一下它的收款的一些信息。好，首先登录，我们在菜单这里，然后选如何转账到我的 vivo 账户，选银行。然后去选择中国大陆的银行，然后我的收款信息，这边的话你直接去复制就可以了。好，我们选择向境外的他行汇款，然后收款人的姓名，记得我们一定要去选那个英文的拼音，币种的话我们就选择美元，收款的银行选美国。然后它让你输这个 Swift 的 code， 然后我们到这里面去复制，点确定。它这边提示是华美银行的收款人的账号，直接去复制。好，收款人的地址。收款人地址的话，建议大家去选这个收款银行的地址，因为这边的话，华美银行它默认是你国内的一个地址，有可能会汇款失败。好 ，OK， 然后到下界面，比如说我们汇1万美元，如果说你账户里面没有美元的话，它会提示你可用的美元余额为0。我们汇款人的地址，好，我们这边是，如果你之前去写过的话，默认会有的，我们直接去点确认就可以了。我这边去输一下，我在杭州，我就填杭州。好的，然后汇款人的证件类型选身份证，
证件号码去输一下。好的，然后让你去选那个是否接受资金抵达银行通知符，直接选否好了，它有可能会收费的，所以我们直接选否。资金的用途，我们一般的话就选因私旅游。复原的话不用写，直接点下一步。好，如果说他这边说提示你余额不足，请补足金额或修改汇款金额。好的，我这边人民币账户还有2900啊，然后我就输100吧。好，然后选下一步。好的，它这个时候是提示你那个余额不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购汇，填到这个先保存一下。好，我们先去，一般银行里面都有这个结售汇，有的银行的话，它会在刚刚你汇款那个界面的话，它会自动的去帮你去购汇的。比如说你汇100美元，但是你的美元账户余额为0，之后的话，但是你的银行账户的美元为0，然后它系统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在银行系统里面去购100美元，然后你就不用再去跳转到结售汇里面再去弄了。但是如果我之前在网页端操作是这样的，但是它手机端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说我们只能到这个结售汇里面再去操作一下，选美元，美元结汇，我们应该是购汇，人民币购汇，上面选的人民币购汇，然后选美元，它会让你去阅读一个购汇的说明书啊，就是说不能提供虚假的材料啦，然后不能到国外去进行一些投资啦这些。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啊。那这边的话有个倒计时是一定要你去看完，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好，然后我们点下一步，然后它会问你说是那个购汇的币种是美元啊，他问你购那个，有时候他会问你去购那个现汇还是现钞啊，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如果说你是要把这个美元去取出来，取成现金的话，你就写那个现钞，就是你可以直接去银行就把它取出来。但如果说你不取的话，只是用于转账的话，你就用那个现汇就可以了。购汇的金额，你比如说你选100，好的，然后预计用汇的时间，就比如说你刚刚在汇款的时候，你写你汇款的原因的话是因私旅游，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写预计用汇的时间，就是你因私旅游的一个时间。即使说，我这个钱汇出去，我要去炒美股，这时候你也不要去写那个境外的投资。如果说你写了境外的投资的话，是肯定100%是不会通过的，不会通过，会把你的钱驳回的。所以说你一般就去写因私旅游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可以随便编一个，但是你要记牢，万一说银行打电话问你，你这个钱汇出去要干嘛，然后什么时候要用，你要和你写的这个地方对牢，要不然的话也是肯定会被驳回的。购汇的用途你就写因私旅游这个地方一定要和你汇款时候那个理由是一样的，要不然肯定是会被驳回的。停留多久几天，一般你这个地方你随便填就可以了，它不会去真的是去查你，顶多的话是会对你核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然后点下一步就可以购汇成功了，然后你账户里面就会有美元的账户，有了美元的账户之后，你回到刚刚那些界面的话，就可以去正常的去进行一个汇款。好了，以上就是向大家介绍的4种方法。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其实我们把资金转出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的更多人的目的的话是为了去投资、去理财，去让自己的财富有一个增长，或者说去规避一些风险。如果说你想要达到你的理财的目的的话，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说你的一个理财的观念，你的一个财商的提升。我近期做了很多有关于理财和财商提升的视频，如果说还没有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欢迎点击屏幕上方的视频去观看，相信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还没有订阅我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去订阅，这样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